今天带大家看一看飞行员看了都不敢开系列强迫症深入。Top 5双身飞机。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一款绰号双子座的飞机？在二战期间呢，脑洞大开的德国工程师为了让飞机有更强的火力，就将两架 Bf109F 拼在了一起，它们的机翼和尾翼相互连接，并保留了两个驾驶舱。但是到了进行测试时呢，工程师却发现这款飞机因为结构问题，发动机并不能安装在机体内，因此不得不在两个机身的中间的机翼上安装，最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当飞行员听说要自己去学开这样的一款飞机时，我想他的内心肯定是拒绝的，毕竟这玩意儿咋看都不像是一个安全的家伙。而除了这款飞机之外呢，还有许多其他的双身飞机，例如美国的 P-82 双子战斗机。而即便是到了现在，这种诡异的设计依然存在，例如维珍银河公司设计制造的白色骑士2号等等。Top 4 XF-85 战斗机。这款飞机你别看它个头小，它可是个彻底的战斗机。在二战爆发之前呢，美军就已经开始大肆发展战略轰炸力量了。在正式向轴心国宣战之后呢，美军的重型轰炸机对敌人的纵深目标的打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过在大规模战略轰炸前期，载油量有限的战斗机并不能够为轰炸机提供全程保护，因此工程师便想到了寄生机这一办法。所谓的寄生呢，就是指用大型航空器搭载小型飞机，以弥补后者航程不足的做法。而且由于受到轰炸机内部空间的限制，这种飞机的个头都比较娇小，其滚圆的外形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长着翅膀的鸡蛋。它具有3重的垂尾，从机头进气，这也让飞行员看起来就像是坐在发动机上边开飞机。而作为寄生战斗机 XF-85 是没有传统的起落架的，取而代之的是它座舱前方的可伸缩钩子。在回收它的时候，该飞机需要从下方接近母机，勾住吊杆，然后再被拉入机腹内。不过这个操作可谓是十分困难，毕竟这款战斗机的气动布局并不好，在和母机一同飞行时呢，其周围产生的不规则气流对它的影响很大。因此在进行空中试飞的时候，飞行员愁得头发都快秃了，也没能将挂钩挂上吊架。因此该型号飞机只生产了2架，就再也没有然后了。Top 3 FW-189 战术侦察机。和前几位老铁不同的是这款飞机是一款真正进行量产并且上过战场的家伙。它曾经是二战德国在东线战场上最重要的侦察机。虽然这个外形看上去依旧奇葩，但是其实呢，它的座舱视野极好，操作也简单，其结构坚固程度更是没得说，是德国的侦察利器，具有侦察机、攻击机、轻型轰炸机3合1的特点。它的机身大部分呢都是全金属结构，即使是它其中一台发动机被击毁，该飞机依旧可以安全降落。其最高飞行速度可以达到350公里每小时，并且它的机翼下方还有4个炸弹挂架，可以携带200公斤的炸弹。并且为了提高它的轰炸精度，该机还配备有轰炸瞄具和电台。为了在高空飞行，该机还配备了机载供氧系统，机舱内呢也可以利用发动机产生的热量供暖，非常适合在严寒的苏联战场作战。它专门侦察地面部队的动向，拍摄敌军坦克、步兵位置，以及对机场和仓库进行战术侦察，甚至还用机载火炮进行校射。也正是因此，该机很快就成为了苏联空军的重点关注对象。前线的苏军呢，是只要看见了 FW-189 凌空，就知道马上有德军的炮击了。但是却因为该机的护航严密和结构牢固，很难将其击落。而且本来德国呢还准备对该机进行升级，为其更换更大马力的发动机，但是最终呢却因为原型机在试飞中坠毁而被放弃了。到了二战后期，FW-189 的护航编队已经很难对其进行保护了，因此该机不得不转而执行夜间侦察任务。而为了给该机更强的防护，德国工程师将它的机体进一步缩小，为其设计了防弹舱盖，也就是 FW-189C。它的整体看上去十分诡异，德国空军希望它可以担任对地攻击机的任务。不过虽然提高了防护，但是该机的视野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在飞行测试中呢，该机的飞行员无法有效地观察四周，再加上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在前线的亮眼表现，德国空军也就没了制造新的装甲攻击机的兴趣了。Top 2 BV-141，这款飞机的出现呢，可以说是颠覆了我的认知。
前几款的好歹再丑也讲究个对称，这家伙倒好，非要证明自己不对称也能飞。他的设计师呢是理查德·沃格特博士，这个家伙可以说是不对称飞机的设计专家。他认为传统的飞机布局呢，观察视野受到机身和发动机以及机翼的遮挡，无法实现最大视野的需求。因此在设计飞机时，他就脑洞大开，采用双机身设计，飞机主要的发动机、机尾延伸和油箱等全部都集中在左侧机体，而座舱呢则放在机翼右侧。而且为了配合左侧机身，该飞机还在右侧做了精准的配平处理，避免在飞行过程中出现不稳定的情况。在生产出第一架原型机后呢，德国的许多飞行员都认为这款飞机飞不起来，甚至在试飞的过程的时候，试飞员还一度拒绝试飞该款飞机。最终还是设计师拿命担保的情况下呢，飞行员才答应进行试飞。不过在试飞时，飞行员发现该款飞机的飞行性能还是不错的，因此该飞机也进行过小批量的生产。沃格特将他的成果展现给德国军方，但是最终却因为它的外形过于丑陋而遭到了拒绝。而沃格特博士呢，并没有因此放弃，而是在他的邪神飞机研发之路上呢，是越走越远。P.111战斗机可以说是贯穿了博士邪神飞机理念的大成者，它奇葩的外形已经让我有些无力吐槽了。不过也正是因为沃格特博士的奇思妙想，颠覆了人们对于德国工程师的刻板印象。不过他的这些疯狂设计呢，即便是到了今天，也很难被人们接受。Top 1 F5U 这款飞机可以说是我见过最搞笑的飞机了，它在我心中的地位甚至要超过了沃格特博士的邪神飞机。大家从正面看它的时候呢，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奇特的，甚至还有一点小帅。但当它转过身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压的就是一个会飞的大饼。这款飞机并没有机身，整个飞机看上去像是一个圆盘，在它的尾端呢，则有一对小翼。虽然外表蠢萌，不过它的机动性十分强劲。它有2具马力强劲的发动机驱动，具有惊人的短距起降能力，非常适合在航母上操作。而它的操纵性呢，也好过了一般的飞机，具有极好的安全性，几乎不会陷入失速尾旋的麻烦。在该飞机试飞成功后呢，美国海军立即投资制造了该飞机的军用型号，并且提前为其准备好了武器系统。该飞机的武器为3挺 12.7 毫米机枪，开火时的样子像极了会飞的仓鼠在用小拳拳捶你胸口。但是最终由于该飞机的发动机散热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而导致它一直无法大规模制造。而到了2战结束后呢，美国国会以研制成本增加太多和运输不方便为由，便将该飞机的项目裁撤了。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老铁对这些武器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视频再见。